已经做了不少丢人现眼的事情。300年前回到我府上，被我吊起来打了2次，才算老实。他若在你府上，就给我看牢了他。这天上一日，凡间1年，最多不过2月，小九也就回来了。二哥该不会察觉。小九啊，小九，你可要快些回来，否则这次连姑姑也保不住你了。姑姑，姑姑回来了，怎么不见凤九殿下？往日都是小殿下给姑姑挑果子的。快回来了。这太甜了。姑姑，我娘亲这样年轻美貌，你做什么要将她教得这么老气呢？姑姑什么时候添了个小娃娃呀？昨儿添的。哦，原来是姑姑的小殿下。魔布集里面有很多好吃好玩的东西，不知道小殿下你可喜欢？娘亲，阿丽想要这个。拿吧。丰收了，怎么还愁眉苦脸的？就是丰收才不高兴啊！不过丰收了就只得贱卖。去年结的少，你们也赚了不少。果子看起来不错。你挑水果的功力是小九亲传的，你来挑吧。那这家就要半筐吧。华君，你来了，刚好。今天中午我们吃枇杷，要一起吗？阿丽正在长身体，你就给她吃这个。你喜欢吃吗？喜欢。哪里找得到一些肉食蔬菜？这个枇杷还要不要？要。花管咱们姑姑叫娘亲嘛。是啊，还把这男人叫夫君呢。姑姑回来了。哎，这2条鱼啊，是小的孝敬姑姑的。姑姑回去炖了，将养身子。多谢。她一个人照看儿子，确实该补一补。去做饭吧。姑姑，你明明知道我不会做饭的呀。这凡事都有第一次嘛，你连天雷的劫都立得了，我看好你。娘亲，我饿了。姑姑，你饶我一条小命吧，我是迷谷树阶，我最怕火的呀。我知道啊，但我又没让你把自己当柴火去烧了。阿离饿了。我实在想不明白你，明明青丘是个仙乡，却被你治理得像凡间一样，男耕女织的，见不到半点仙术道法的影子。若什么事都用仙术来解决，那不是太没意思了？他们自己也会觉得无聊。我还想着什么时候给他们备个战场，让他们意思意思，互相打几架，免得闷坏了。那倒挺有趣的。到时我遣几名天将来给你出气。我受伤了，我就说我不会做饭嘛，姑姑。看来这一顿还是算了吧，反正我们不吃也没事儿。那团子怎么办？
米谷，速去凡间将凤九抓回来，说青丘出了不得了的大事。可我找不到他，姑姑。那这样，你去狐狸洞口贴个告示，就说狐狸洞需要厨娘，现在就要。好，我现在就去。这样就好了。烧个火，添个柴，总会吧。再多添点水。哦。哎呀，仙夫人委实好厨艺啊，将夜华君调教得如此好。哎呀，不对，他那夫人早已魂飞魄散，今日提起来，岂不是揭人伤疤？他同你一般，只会在我做饭时烧火添柴。也不知道遇上我之前，他在军旗山怎么活下来的。怎么不说话了？怕你伤心，不知道说什么。素素，你看，都伤心过头了，都将我叫错了，不是？你去过东荒吗？东荒，昔日我和16师兄去东荒玩，这太子该不是找到什么线索了，猜到我是司音了，所以才拿小团子做借口来狐狸洞常住，想要找回师傅的仙体。这么看着我干嘛？一脸心虚的样子。没有啊，你这个菜快做好了，虽然不知道味道怎么样，你这个样子倒是挺像个厨子的。先不管他，我就不信了，玩了7万年的事情能被他查出来。父亲再让喂阿丽就变成皮球了。变成皮球多好啊！这样为父带你回天宫时都无需腾云，将你团起来滚一滚，就能滚进你的清云殿了。父亲是坏人。如今你倒是找了好靠山。没事啊。芊芊，来，你要多补一补。阿离，来，你要多补一补。米谷叔叔，你要多补补。芊芊，替我批出个书房处理公文。你要处理公文？我要在这儿小住几日。哦。米谷。去把之前四哥的房间收拾收拾。好，我现在就去。米谷，过来。姑姑，是要睡了？都睡了。小天孙每晚亥时入睡，太子殿下照顾得很好，事事亲力亲为。什么时候走？这倒没说。姑姑不是说太子殿下是来算账的吗？米谷倒是怕。怕什么？米谷听闻，九重天已经找墨渊上神的仙宗有7万年了。太子殿下来者不善啊，姑姑。
没想到你这个人平时不聪明，今日倒与我想到一处去了。那米谷先走了。今日这雨下得甚好，终于不用陪他去散步了。夜华君，你看，今日不知哪方水军布雨，恐淋坏了夜华君。不如我们今日还是在狐狸洞待一日吧。夫君说今日带我们去凡间玩。所幸今日凡间倒没有下雨。啊，你们要去凡界玩啊？哎呀，你们应该找一个土地公给你们带路啊！你看我呢，每日待在狐狸洞，对于凡界的路我也不熟。娘亲，阿离想要你去。等我换件衣服好吗？康出喽！扛人喽！干爹，我想要这个。好，要哪个呀，小少爷？来，这个。拿着啊！你的主子能买下这一条街了。小心一点，不要掉了。来，好，好嘞。百草味坚果，健康又美味，快来尝鲜啦！百草味坚果，小少爷，百草味坚果。干爹，我要这个。替我装一包吧。好的。怎么今日有兴趣到凡间来？我记得昨天佳云报来一大摞公文，看他那神色，也不像什么闲文书。今日是阿离的生辰。你也太不够意思了！阿离生辰这么大的事情，你也不早告诉我。他好歹叫我一声娘亲，我一份礼物也没备，也太叫人心凉了。你要送他什么大礼？夜明珠。你怎么知道的？送人夜明珠不是你这么多年来的习惯吗？小仙送小珠，老仙送大珠。虽然送他夜明珠十分名贵，可是阿离人小不识货，送他也是白白浪费。你不知道，我有一颗半人高的，像月亮一样的，把它放在阿离的庆云殿，看着也开心啊。那可是四海八方独一无二的。小心！哎呦，在这儿啊！你怎么了？哎呦，谢谢你啊，小少爷，不客气。吓死娘了。你没事吧？没事。芊芊，几年不见，你怎么变成这副模样了？我这7万年，从未离开过青丘，也不曾伤过。方才想起的，莫非是梦？怎么了？哎，客官，菜都上齐了。哎，客官，来。哎，这小少爷长得灵秀动人啊。小时候长得可爱，长大了容貌怎样还不一定呢。哎，你们慢用。娘亲是不是嫌弃阿离了？男孩子长得好看没有用，一双有力的拳头比一张好看的脸要有用。更何况，女孝父儿孝母，依我看，阿离长大之后模样也不会差的。娘亲生的好看，阿离自然也不会差到给娘亲丢人。对，不管阿离以后长大了是什么样子，都是我心头的一块肉。我总是最维护你的，你晓得的哈。干爹对阿离真好。哎，两位客官，这老窖啊是小的刚热的，正好此时喝，你们品尝一下。谢谢。哎，慢用。你爱吃这个，多吃一点。这个你最不爱吃，但是对身体好。你瘦成这样，不心疼自己，我都心疼。
芊芊，似你这般听不得情话，以后可该怎么办呢？君上，姑姑，天君寿宴，四海八方的神仙大都前来祝寿。西海二皇子蝶峰来到天宫不久，便来到此陈殿，说是有要事要与君上面禀。佳云不敢耽搁，便前来寻君上。你陪陪阿离，我想回天宫一趟，晚上我再来寻你们。好。哼哼。哎，客官，慢走啊，下次再来。哎，好。哎，这位客官，怎么就您二位啊？刚才与您一起的那位公子呢？这附近可有什么好去处？好去处有啊，从这边往南边走，有一个茶馆。这个茶馆啊，价格虽然高了一点，但里边说书的说的可是相当好啊。说书？对。那我们就去茶馆吧。哎，好，谢谢了。哎，好好好。咱们书接上回。话说这条蟒，两位请。斑斑点点是闪银光啊！张嘴吐信它惊人胆，左右寻时令人慌。抖树摇，石头晃，有人落入他的口，十拿九准，是一命亡啊！于是这三人互望。你父君在天上品口茶的功夫，这凡间也就天黑了，咱们就在这坐着等他吧。这两位高高的跃起，向那条金蛇挥出一拳。身前那人大喊一声：“哎呀，不好！”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好，告辞。客官慢走啊！阿离呢？阿离呢？怎么好端端的跑到青楼去了？兄台，你可晓得这市镇上的青楼在哪个方向？那楼便是。多谢。如此一甚好公子，没想到却是色中恶鬼。唉，这是一个怎样绝望而沉痛的世道啊！那评书说的倒是不错，初初听的倒是很有兴趣。不过听着听着，你怎么就跟着他们进了那个什么楼了？方才有个小胖子在大街上公然亲一个小姐姐，这个小姐姐又不让小胖子亲，小胖子没亲到又很生气，招了他身边几个丑八怪，将小姐姐围了起来。我跑下楼想去救她，他们却没了影子。旁边一个大叔告诉我，他去了一个花楼。我将楼上楼下都看了一遍，可没见着什么花来。这是凡间的叫法，不必太过讲究。后来我就没寻到那个小胖子，找来找去没找到，进去一间厢房，没看清里面是男是女。娘亲你就来了。这个是娘亲跟你的小秘密，不要告诉你夫君，好不？阿离明白了。多好看啊！是。哎，这位公子真是一表人才，本王好生仰慕啊！好说好说。哎，哇，这手也是又白又嫩。
在下等公子一见倾心，不知公子可否？你调戏我老婆，倒调戏得很欢快。你来了。能将我们阿爹引得顺一场戏，你也是个人才。这次别过，保重。大胆！知道本公子是谁吗？啊！你将他变到哪儿去了？我也不知道。你若刚才不来，我也正有此意呢。你怎么被揩油也不知道躲一躲？不过是被摸了一两下嘛。不过是被亲了一两口。来盏灯吧，两位公子，来盏灯吧。两位公子可以看一下。凡人买灯是向神仙祈福，我们买灯向谁祈福啊？留个念想罢了。你还真当放一盏灯就能事事顺心吗？走。既是二位公子，那就在一起凑合一晚也无妨。我们这小镇呐，一共就3家客栈，王掌柜和李掌柜那2家昨日就订满了，我们这家也是刚刚退了一个客人，就匀出来这么一间。你看，要不先凑合一晚上？麻烦你取些热水来。好。顺便做几道小菜。好嘞。吃不了，便洗漱睡吧。我一贯晓得你的脾气，却没料到你那般决绝。前尘往事你忘了便忘了，我既望着你记起，又望着你永不再记起。君上，不必追了。属下失职，望君上恕罪。无妨。这些人竟敢突袭天族的人，君上不打算追究吗？他们不是真人，是妖法做出的傀儡，专为杀人而生。
就算追上，也只会化作灰烬，问不出什么来。妖法，什么人要与天族为敌？方才蝶峰上仙也说了，从东海离开的群仙，先后遇到了他们的袭击。本军正准备彻查此事。君上，天君的寿宴马上就要开始了。我知道，你先回去。是。娘亲，这个粥很稠。乖。这里的饭菜甚难入口，我便借了他们厨房炖了半锅。难怪，尝着这粥，和你做的粥一样。从前在俊极山时，那个东海的公主给我做的饭，我也吃不惯，却没见夫君专门给我另做饭食的。我稍后有事，还得回趟天宫。夫君要走了，常玉说过，小别胜新婚，你和娘亲都分开了300年，竟然还舍得分开。你忘了今天是什么日子了？什么日子？让孩儿好好想想。天上的日子哦。啊，是天君的寿辰。不错。那夫君要带阿离和娘亲去贺寿吗？贺寿？你娘亲不太想要去这种宴席，夫君自己去就好了。嗯，好。你放心吧，你只管放心的去，我带团子回去。姑姑回来了。太子殿下呢？回天宫去了，说是有什么事要耽搁几天。那岂不是没人给你做饭了？下午去集市买些枇杷回来吧。娘亲，夫君什么时候回来？阿离想吃蒸蘑菇，想喝白菜萝卜汤。应该快了吧？夫君回来了。你回来了。不是和你说过，阿离现在长身体，不能整日里只吃这些。我知道啊，所以日夜都盼着你回来，给他改善伙食。你真的在盼望我回来？夫君，娘亲脸红了。是盼着你回来做饭。芊芊，方才你说的都是真心的。这可如何是好？走了一个又来一个。你现在让我这么接近你，我来请求你为我做的一切，都只是因为你和我有婚约吗？若与你有婚约的是另外一个人，你是不是也这样？他这话问得十分奇怪，这不是明摆着的事情吗？若不是他与我早有婚约，他能在我这里一次又一次的开道游水？肯定是刚到青丘住着时就被迷谷打出去了，哪还进得了狐狸洞？分得一间上好的厢房。我对你好，当然不只是我们之间有婚约。你看，你在狐狸洞这段时间，每天还要批公文，那么辛苦，还要帮我们烧饭做菜。你对我们做的这些，我很感激你，也都记得。俗话说得好，有来才有往嘛。你既送给我一个桃子，我当然要还给你一个李子。
就算没有李子，我也要先拿琵琶先替着吗？虽然我们有一纸婚约，但若换做其他人，也不会做得像你对我这样好。我从未给其他人做过饭菜，我只给你做过。你的厨艺很好的，你也应该找机会给你的爹娘还有爷爷做做饭，正体现一个孝字。我为你做了这么多，并不是因为我没有婚约。我来请求助，也并不是因为阿丽想你。原来厨艺是你的兴趣啊，这是一个好兴趣，很实用的。芊芊，我爱你。今日这是怎么了？我这万年不开花的铁树，一开就是同日2朵，这一前一后都来说思慕我，这究竟是怎么了？这种事开不得玩笑。我从未有任何时候比现在更认真了。没有情谊，自然也能做长久夫妻。但我却盼望着能跟你有绵长的情谊。阿爹阿娘说了，夫妻之间相处久了，那些风花雪月的情谊就淡了。慢慢的就相处成亲人了。你看，像我们现在这样，也很像亲人啊，对不对？所以我觉得，我们大可以跳过中间那一段，你觉得呢？我也知道啊，像你这个年纪呢，是该爱几场恨几场。所以，趁你对我的孽根种得还不深，还是趁早将它拔了吧。等你到了我这个年纪，你就知道了，很多东西都看淡了，对这种爱情委实提不起兴趣来。这也是一种高处不胜寒的境界呀。我一直觉得，天君一纸婚书将你我凑成一对，真的是委屈了你。你还这么年轻。不过你也不用太伤心，万一我们真的成亲了，我会安排好，帮你娶几房年轻貌美的侧妃。你说的都是真心话。比真金还要真。所以你特意说这些话，让我难受吗？他如今爱我爱的，仿佛正是兴头上。我怎么办呢？要从长计议才好。我只爱你一个人，再不会爱上其他人。阿丽已经回天宫了，没什么大碍，休养几日便好。我本想也带你一起回去的。灵宝天尊的上清境有一瓮天泉，很适合你养伤。不过那只坐骑死命拦着我，你自己决定吧。都依你吧。快睡吧。太子殿下，你将屋子收拾收拾，明日会有人来住。
住在一览芳华吗？阿里见到他，一定会十分欢喜，也不会让他住在别处。是那位上神？阿离睡前还念叨着那位上神的名字，还说喜欢在青丘和娘亲吃饭，喜欢在蘑菇集买好吃的好玩的，觉得呀比天宫更快乐。君上这300年来，不让任何人踏入这院子半步。那位上神，就因为是下一任天后，才如此特殊。你4哥回来把我书房给占了，我今晚是看不了公文了，只好拉着你陪我下棋。我让米谷给你收拾收拾衣裳，明日就陪我回天宫吧。就算是我们青丘的入口，至少也会有个米谷坐镇。你这36天大罗天界的，连个看门的人都没有，也太不气派了。今日太上老君开坛讲道，估计他们都去赴法会了。原来是有法会啊！浅浅，听说你在凡间帮元真斗劫时，你常同元真论道。如今想必是道根深驰了。太上老君这数万年来，讲遍天上无敌手，在高处不胜寒这个境界，已经站得十分孤单。此番你上天，正好可以与他辩上一辩。好说，好说。听说你3万岁上开府建衙时，天君赐了洗蜈蚣的名字。不错。只是你这里如此昏暗，倒像那东海百日宴的水晶宫那般。因为你见不得强光。因为我。浅浅。我带你进去。想不到来你这9重天，竟然要跳进来，不能走正门。若走正门，定会将大大小小一院子全惊动了，呼呼喝喝的甚讨人厌，哪有跳墙来的方便？是这么个道理。啊，对了，今天我们来得早，还没到那个嘉云小仙来送文书的时辰。你该不会是没有告诉他，不要将文书送到青丘，让他白跑一趟吧？你刚刚说的有道理，还好没从正门进来，惊动那些小仙，不然会很麻烦。话说回来，昨天我们回来的晚，积了多日的文书，你阅得怎么样了？总瞧着这太子比东华那等板正的神仙还要严肃沉稳，今日
却能流露出这么一番少年人才有的神色来，着实不易。我有件事与你商量。浅浅忽然如此认真，不知是为何事？不是什么正经的事。我将在这九重天上休养2、3日。既然来的时候是悄悄来的，没有打出上神的名号，也不能让你大张旗鼓地为我辟出一处寝殿来，不如就在团子的庆云殿凑合2日罢了。你想住阿离的庆云殿？不方便吗？我早已为你辟出了一处寝殿。啊，对了，我师父的事，外人不会知晓的。你这院子里也有桃花，是蟠桃园搬过来的吗？这是300年前我种的，到了今年才开这第1束花。300年才开第1束，你也真是有耐心。一览芳华，真是个好名字，跟你这洗蜈蚣倒是很配。为何自从迈入这院子，就感觉不太对，不太舒服？上神，喝茶。嗯。娘娘，娘娘，果然是你！奶奶等了你300年，你终于回来了。太子殿下，这结魄灯果然是圣物，做的娘娘一丝都没差的。这位仙子，你应该是认错人了。老身是青丘的白浅，并不是你口中的娘娘。奶奶，这位是青丘的白浅上神，他会在院中暂住几日，便由你来服侍了。起来吧。上神待会儿会去灵宝天尊的天泉洗浴，你先去做好准备。是。你先去休息一下，我去把阿离抱过来。好。你们太子殿下一直这么喜欢桃花吗？我家娘娘很喜欢桃花。她走后，太子殿下就栽了满院子桃树。你说的是阿离的娘亲？上神也听人说起过。我初次见到阿离的时候，他就已经告诉我了。我家娘娘她生下小殿下后就离开了。小殿下从小就是奴婢带大的。娘亲，你来啦！奶奶，你怎么了？没事，奴婢说话，请上神恕罪。如今团子的亲娘已香消玉损，再享不了灵儿绕膝之乐，却让我这个做后娘的白白捡了个便宜。
必是看得这小仙娥心中不忍了。好一个忠肝义胆的小仙娥！娘亲抱抱。娘亲呢身子不大好，让你夫君抱吧。阿离知道了，娘亲又有了小宝宝，对不对？书上就这么写的，说有一位夫人怀了小宝宝，他们一家人就都不许她再抱别人家的小孩来抱。怕动了，对，胎气。你这个算苗高的小娃娃，怎么连胎气都知道啊？阿离，是谁给你看这书的？是程昱借给我的。又是程昱。这程昱真是个妙人。就算是上神有了身孕，小殿下，你脸红个什么劲儿啊？本天孙高兴了，娘亲有了小宝宝，本天孙就再不是天上最小的一个啦。倩倩，不如大婚后立刻生一个。这小宝宝如果由你来生的话，我倒是很乐意出那一份力。既然阿离也来了，不如我们一起去上清境吧。走。参见太子殿下。夜华，若是用你正妃的名义来这泡，能有几个仙娥引路？10个，怎么了？我觉得我的接品不升反降，这可不是笔好买卖。若是我们继任了天君天后，便有24个仙娥为你引路，再添上4个心灵手巧的，给你搓背。这听起来还不错。参见太子殿下。此处竟有酒喝。这些酒是果酒，如果阿离要喝，你可以喂他喝一点，但万不能让他喝多了。时令的蔬果们也都可以给他吃一点，但每样只能吃半个。你这既当爹又当娘的，真是不容易。这么多年，习惯了。你这幅扇子上面的桃花画得挺好，但缺了应景的诗词。不如你先泡着，我去给你提好词，你来书房找我。好。娘亲，夫君怎么走了？不同我们一起泡吗？天将降大任于你夫君，你夫君去接大任了。为凡人时你就喜欢桃花，没想到身为上神的你，依旧不该喜欢。倩倩，我自欺欺人也罢，你擅长掩饰也罢，虽然我和你之间的情分比你当年和墨渊浅了许多，但你是我夜华此生唯一爱过的女人。我愿等你，等你忘记墨渊，真心爱上我。上神请用。刚刚是梅子酒，这杯呢？回上神，这是枇杷果酒。枇杷果，我在青丘的时候最喜欢同阿离吃枇杷了。是啊，我娘亲最爱喂阿离吃枇杷了。
醉了啊？身上这么滚烫，看来不是装的，这也太不胜酒力了吧？小殿下头一回喝这么多酒，醉成这样，奴婢还是把他送去药王府看看吧。不必了，我喝酒也喝了10几万年了，也算半个行家。阿离刚才喝的这个酒啊，是鲜果发酵酿成的，喝再多也不会醉人的。可，奴婢还是怕会有什么闪失。他是男孩子，不必这么娇生惯养。你听我的，将他抱回去睡一会儿，过3个时辰，他指定就醒过来了。是。上神请用。这小婢女竟对救主如此忠心，她的救主已经走了有2、300年了吧？回上神，奴婢并不清楚洗蜈蚣的事。太子宫中的事情，你们都不知道吗？奴婢只听说当年洗蜈蚣发生了桩事儿，当时的仙娥和侍卫们都被天君贬居下界仙山了。看来天君为了掩盖这件事，还真是想得十分周全，连仙娥都换。难怪我在青丘只听说夜华极宠爱素锦，宫中再没有任何妃子，才理所当然地以为他唯一的儿子是素锦生的。老身此番初次来到天宫，并不熟悉这里的路，还请这位仙娥带路，去太子殿下的书房。上神请随奴婢来。神，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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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神昨日说小殿下3更便会醒来，如今已过了3更，小殿下却仍没有醒来的征兆，反倒是小脸越来越红。奴婢急得很，也没有别的法子，才来惊动上神的。等闲的小娃娃喝了果酒，确实睡到3更便能醒过来。看来我是高估了阿离了。照他这势头，大概要睡到明天早上了。不过你看他这小脸红扑扑的，说明酒意正发出来了，你不必担心。你该不会自打昨日抱了团子，到现在眼睛都没合一下吧？放心吧，我等下渡他些仙气，保证明天起来又是一个活蹦乱跳的团子。不过这小娃娃喝了酒，第2日最好喝些煮得糊糊的粥。你先下去歇息吧，养足精神，明早多些粥来。但小殿下若是扰了上神的安歇，你看他现在睡成这个样子，就算是将他团成一团，滚到庆云殿，他也未必醒得过来。如何饶得了我？照顾小孩子真不是件容易事，这夜华也真是颇有耐心的。小殿下还未醒过来。真是辛苦你熬了这碗粥了。这粥放凉了也不好，上神还未用早膳吧？若是不嫌弃，且请尝尝奴婢的手艺。不必了吧？这粥奴婢熬了2个时辰，若是倒了就可惜了。况且上神稍后还要去上清静的天泉，空着复去也不好。你说的也是，那我便尝尝吧。
果真是好手艺。上人，这么大阵仗，灵宝天尊真是有心人啊！你是不是给阿离喝酒了？他从昨天下午睡到现在都没醒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我不过昨天多喂了他2壶果酒，让他醉了个酒罢了。他睡到现在都没醒，你怎么不通报我一声？为什么不找药王来给他看一下？阿离还是个小孩子，你干嘛这么紧张啊？我小的时候去偷喝折颜的酒，醉了4、5天都没醒，我爹娘也没怎么样啊。再说了，阿离不是个男孩子吗？你这么娇生惯养他，免不了长大了他要娘娘腔的。阿离不是你带大的，所以你就一直将他当成继子看待。如果他是你亲生的，你还说得出这种话吗？没错，老身自然生不出来这么一个活泼讨喜的孩子来。只可惜生了阿离的那位烈女子，已经跳下了诛仙台。老身师承昆仑虚，修的是逍遥道，自然没修得一副菩萨心肠，带不好你的阿离。我记得夜华君的那位侧妃，心地倒是善良得很，肯定能将阿离照顾得很好，免得在我这里吃亏了去。你不用说这种话来气我，你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。一大早就被2个天族的奴婢编排也就罢了，回来还要被天族的太子教训。我来此处是养伤的，又不是受气的。上神，上神可见到方才是谁从这院子里出去了？怎么了？慢慢说。上神责罚奴婢吧，都是奴婢的错。上神对小殿下这般好，就算是奴婢的主子在生，也会感念上神的。此番若因了奴婢，让小殿下栽在素锦娘娘手里，那奴婢就……你刚刚说团子栽到素锦手里，是什么意思？是奴婢着急了。方才上神前脚刚刚走，素锦娘娘就来了，说是受了仙气指引，来一览芳华看看贵客，顺便看看小殿下。那素锦来见我？是。可君上早在300年前就说过，素锦娘娘是不得靠近一览芳华的。素锦娘娘这些年也一直遵守着规矩，可今日不知怎么的突然就来了，奴婢死活拦着才将她拦住。没想到我刚去后院打水，回来就发现小殿下不见了。你先别担心了，抱走团子的是夜华，跟那素锦没什么干系。上神说的可是真的？我骗你做什么？若真是那素锦把团子抱走了，我早就去抢回来了，还留在这安慰你吗？那便好，那便好。不过话说回来，看你如此提防素锦，这素锦可是与团子他亲娘跳下诛仙台这件事情有什么干系吗？天君明令了，任何人不得提起此事。当年知道这件事的仙娥，都被派去各仙山，不在天宫了。好了，你不必说了，我也懂了。他们现在在哪儿？你便带我去看看吧。
若团子无碍，我便将他抱回来。是。君上不必担心，小殿下只是酒量太浅，没什么大碍，在这醒酒汤里泡一泡，黄昏之前就能醒过来了。阿离怎么了？回三殿下，小殿下就是酒量太浅，多喝了2口。啊？好，你先下去吧。是。哎，方才有人跟我说，你火急火燎抱着阿离从一览芳华冲出来，我还以为小阿离出什么事儿了呢，让你如此忧心。啊。我以为你把白浅带到天上来，也算好事将近，会心情愉悦呢。可看你这脸色，也没好到哪儿去啊。是因为要做新郎官焦虑了？上神，团子如何了？回上神，小殿下如今已醒了。醒来了，为何不跟你一道回来？君上说，小殿下方才泡了药汤，今夜就留在紫宸殿了。那今天就不送过来了？罢了，我还是去看看吧。说什么青丘女帝，还未嫁人的女人都不懂得学会照顾孩子。阿离才这么小的年纪，就为了这么多的酒，睡了1日1夜，都不觉得内疚。若是以后嫁入洗梧宫，怕阿离是没有这样的好日子过了。青丘的人大多善吃酒，他并非有意而为。是啊，我娘亲她就是觉得我爱喝，就宠着我，让我多喝了几口罢了。还娘亲呢？谁教的？白浅上神？她就是娘亲，是父亲画上的那个娘亲。画上的？回娘娘，臣妾前2日见到姑姑时也吓了一跳，确实很像。